7月的上海国际赛车场为什么躺平了？各位，今天7月20号，上海正处在一年里头最要命的那段日子里。你打开手机看天气，38、40度，体感温度恨不得飙到45往上走。然后你发现，上海国际赛车场这个月安安静静，一场正式比赛都没排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，哦，太热了嘛，不办就不办呗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也这么想，但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，觉得这事儿真不能拿一句天太热就打发了。你想想看，珠海那边夏天凉快吗？珠三角的桑拿天谁没领教过？湿度大，紫外线毒，柏油路面烫的能煎鸡蛋。可人家珠海国际赛车场7月份照样把赛事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一场接一场，观众席上照样坐满了人。那为什么偏偏上海这边就歇菜了？先说最直观的，车手在车里到底经历什么？咱们普通人夏天坐进一辆暴晒过的私家车，方向盘烫手，座椅烫屁股，开空调都得等个3-5分钟才能缓过来，对吧？赛车呢？那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酷刑。你穿的不是短袖短裤，是一整套防火赛车服 ，Nomex 内衣、头套、头盔、手套、赛车靴，层层叠叠裹得跟宇航员似的。这身行头本身就不透气，再加上座舱里发动机、变速箱、排气管散发的热量，车内温度在极端工况下能突破60摄氏度。60度啊，朋友们！这不是桑拿房里那种热的舒服的湿热，是干烤，是灼烧，是每一口呼吸都像在吸热风管里的空气。一场正赛跑下来，少说40-50分钟，长的1个多小时，车手全程心率170-180，脱水2到3公斤是家常便饭。肌肉痉挛、视线模糊、反应迟钝，这些不是夸张的修辞，是真实的生理风险。每次看到赛事转播里车手摘头盔那一瞬间，头发湿得能凝出水，脸上全是盐渍结晶，眼神有点涣散，但还得对着镜头竖大拇指，我心里是真的又佩服又心疼。这活儿真不是一般人咬咬牙就能扛的，那为什么珠海能办，上海不太行？这就得聊到赛道本身的微环境了。珠海国际赛车场靠海，周边水系环绕，赛道布局相对开阔，海风多少能带走一部分热量。更关键的是，珠海近几年大力推夜赛和傍晚赛，把最毒辣的午后时段给避开了。你晚上7-8点开跑，太阳已经落山，体感温度直接降个7-8度，车手和观众的体验完全不一样。上海呢？上海国际赛车场坐落在嘉定，周围是典型的城市热岛效应重灾区。7月份那个热气不是从太阳上照下来的，是从四面八方闷过来的。混凝土看台蓄热，柏油赛道反射，周边建筑挡风，整个赛场就像一个巨大的平底锅，人站在里面就是锅上的那块肉。我去年夏天去那边看过一次非赛事活动，下午2点站在维修区通道里，5分钟不到，后背就湿透了，脑袋嗡嗡响。那还只是站着不动，你让车手在车里以200多公里时速跑几十圈，所以你看，这不是上海比珠海热2度这么简单的事，是赛道设计、周边环境、赛事时段安排、配套设施等一整套系统工程的问题。我个人非常理解赛事组织方的选择，与其硬着头皮办一场车手叫苦、观众中暑、转播画面里所有人都在擦汗的比赛，不如体面的空出这个月，把资源集中到春秋2季。这是理性，不是怂。说到这儿，我特别想聊聊王一博。内娱玩赛车的明星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但你真正去赛道上看过，跟车队工程师聊过，看过计时数据的人，心里都清楚，绝大多数所谓明星车手，就是来拍个照，发个微博，让粉丝尖叫2声就完事了。真让他们在高温下穿着那身皮衣跑完一个完整的 stint， 第二天能不能从床上爬起来都是个问题。王一博是个异类。我说异类不是夸他，是陈述事实。85号赛车 China GT 的参赛记录摆在那儿，不是客串，不是表演赛，不是明星体验日，是正儿八经报名，正儿八经排位，正儿八经在赛道上跟人轮对轮地干。最让我触动的是一个细节，有媒体拍到他在维修区等待上车的画面，没有滤镜，没有修图，没有打光，就是大太阳底下一个人坐在那儿，脸上全是汗，头发贴在额头上，赛车服拉链拉到胸口透气。那个状态怎么说呢，跟帅完全不沾边，甚至有点狼狈。但你看着就是觉得这人是真的在干这件事，不是在演。干这件事内于这个生态里，能允许自己以这种状态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男艺人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大部分人的团队恨不得连喝口水都要找好角度，补好妆，再让镜头拍。王一博这种钢铁直男式的赛道存在方式，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真实感。当然，我也得说一句公道话，他能做到这些，除了个人意志，背后一定有非常系统的体能训练和耐热适应训练。
职业车手每年冬训里，高温舱适应、核心肌群耐力、心肺功能储备，这些都是必修课。不是光凭一腔热血就能在60度座舱里保持专注的反观整个内娱和赛车运动的联姻。说实话，我是有点悲观的。之前有过一位明星赛车手的赛道照片被曝光，我就不点名了。那个画面怎么说呢？粗糙到经纪团队大概想连夜把互联网删了。赛车服歪歪扭扭，头盔带子没系紧，下车的时候腿都在打晃，脸上那个表情不是征服赛道的霸气，是求求让我赶紧回空调房的绝望。评论区笑成一片，但笑完了你仔细想想，这其实挺悲哀的。赛车这项运动的视觉呈现跟影视综艺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影视里你可以打光，可以 NG， 可以后期调色，赛道上不行。高速摄像机对着你脸拍，汗水把妆容冲得七零八落，表情管理在智力面前根本不存在。你想靠脸吃饭？对不起，60度座舱里跑40分钟，再精致的五官也得现原形。这就是为什么明星圈里真正赶明面上接赛车这个活的人凤毛麟角，不是不想蹭热度，是蹭不起。运动强度和视觉表现之间的落差太大了。你在健身房撸铁拍个照片，和你在赛道上被5-6个 G 的横向加速度甩来甩去，那是2个物种的体验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落差反而是一件好事。它无形中拉高了内娱参与赛车运动的门槛，让这项运动不至于彻底沦为流量玩具。今年 China GT 的赛程调整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冬春季的场次明显加密了，夏季尤其是7月基本留白。这不光是上海一个赛道的选择，是整个赛事运营方在综合考量车手职业寿命、观众到场体验、转播画面质量之后做出的系统性决策。你想啊，大热天让普通观众在看台上坐2-3个小时，没有遮挡，没有足够的降温设施，中暑送医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。去年某站比赛就有观众热晕过去的新闻，虽然没闹大，但赛事方不可能不记在心里。赛车运动要发展，要破圈，你不能让来看比赛的人遭罪，而车手这边，高温对轮胎损耗、刹车性能、发动机散热的影响都是实打实的技术问题。赛道温度超过50度的时候，轮胎工作窗口完全变了，刹车衰减加剧，车队的策略空间被大幅压缩，比赛观赏性下降不说，安全隐患是成倍增加的。所以你看，7月份上海不办比赛，真的不是怕热这么简单。是赛事品质管控、运动安全保障、商业运营可持续性多重因素叠加之后的理性判断。我尊重这个决定，甚至觉得早该这么做了。China GT 也好，其他国内赛事也好，跟内娱明星的交集不会断，也不应该断。赛车运动在中国要真正火起来，需要流量入口，需要年轻人关注，需要话题度。明星参与本身不是坏事，坏的是只参与不投入。我真心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科学化的衔接方案，比如给明星车手配备专业的体能教练和耐热训练周期，比如赛事方在高温月份增加座舱降温技术投入，比如赛道设计时更多考虑通风和遮阳。你不能一边喊着欢迎明星来玩赛车，一边让人家穿着防火服在60度铁罐头里自生自灭，否则的话，每一场明星参与的赛事，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开场光鲜亮丽，结束狼狈不堪。流量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观众不是傻子，看一次新鲜，看2次就腻了。真正能让人持续关注的，永远是速度和技术的纯粹魅力，而不是谁的脸在头盔底下还能不能保持完美。至于王一博，说句可能有点粉丝滤镜的话，在内娱这个帅而不然的大环境里，他是真的一把火，不是那种靠人设和营销堆出来的虚火，是在赛道上一圈一圈，一个弯一个弯磨出来的实火。能不能一直扛下去？我不知道。竞技体育对身体的消耗是累积的，高温、G 力、精神压力，年复一年，谁都不是铁打的。但至少此刻，7月的上海赛车场空空荡荡，热浪翻涌的时候，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是真的把赛车当回事的，这就够了。且战且珍惜吧。